近期呢，在咱们网上出现了一张图片，显示我们中国呀，可能早就开始研制短距和垂直起降战斗机了。如果说能够研制成功的话，那它将会成为我们两栖作战的利器。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网上传的这张图片呢，是一张截图。什么截图呢？就是咱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就咱们中航集团官网上的一个截图。它不是什么具体的照片啊，它是一段文字，一个消息，说咱们中航成发公司呢和中航的空天发动机研究院呢签订的一个加工合同的一个合作协议的这个签约的这么个仪式。中航成都发动机公司那边，它专门是为这个发动机做各种配套件的。那这个里面说的很清楚了，说这个做的这些加工的部件是什么呢？是为了一个短垂项目。这短垂项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短距和垂直起降项目，也就是说像 F-35啊，像以前英国的耀式啊，像苏联的雅克38这一类的短距起降和垂直起降这个项目。说起来之后呢，那就很清楚了，那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在搞这种飞机的发动机，那就是说我们要研制这种短距起降和垂直起降这个战斗机这个项目应该也是有的呀。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时间，这条消息是2015年3月份就已经公布出来了。要这么说的话，那看样子我们这项目已经推进了很长的时间呀，可是现在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说到这儿啊，咱们又得说一下这个短距离和垂直起降的这种飞机。这个呢，其实很多国家都试过，比较成功的就是现在的 F-35B， 也就是所谓的陆战队型啊。那之前就是英国的耀式，还有海耀，苏联那边搞过雅克38，到最后搞可141的时候呢，苏联不就解体了吗？俄罗斯后来的项目就没有搞过。德国最早搞过这个，法国当年也是搞过这个，而且它还命名叫巴尔扎克项目。哎呦，反正法国总是拿他一些历史上的名人来命名一些他认为比较牛的这么一些项目。那到这种短距起降和垂直起降这种战斗机呢，早年的规划它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到它作战的灵活性和这个机动性啊，以及对这个场地啊，对这个起降场地不必过分的依赖，从这方面来考虑的。当然这方面确实是它的特色，但是呢，它也有它固有的不可避免的这个缺点和劣势，这个劣势也很明显。你比如说，它如果进行这种垂直起降啊，那这个油耗非常的大，这就大大的限制了它的作战半径啊，那航程就飞不远了嘛，作战半径自然也就低了。另外一个呢，也大大的限制它的机动性。后来呢，这种机型呢就过渡到了一个主要是为两栖作战提供这种空中火力支援和空中打击任务的这么一种机型。很明显，它跟两栖作战的关系就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那联想到现在，我们要增加我们两栖作战的能力。你看现在我们造出来了075的两栖攻击舰，那很多朋友就设想，那075都出来了，那未来的076那可能很快也就在路上了，甚至还想到076它可能会采用弹射的方式来起降固定翼的战斗机。可是战斗机在哪儿呢？那不就正好是缺这个所谓短垂项目的这种战斗机吗？可是到现在我们看它这个我们也没有听说这个项目有立项有在研的这么一个消息，也更没有看到实际的飞机好像在研制在试飞的这么一个消息发出来。那这个项目我们到底是做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呢？那说起来是不是最终需要这种短垂项目那取决于一个是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近期和中长期的我们这个两栖作战能力需要不需要这个机型，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的技术能力能不能做出来这个，也取决于我们的产业能力能不能把它做出这个可靠的这个产品出来。那从现在来看呢，中航在2015年他们签约的这个签约仪式呢，它应该是一个探索性的项目，在他们的网页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型号，而且呢也还不是这个军队这方面的立项，应该是他们企业内部的一个立项，作为一种技术储备作为一种技术的摸索，他们在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航空技术在各种机型的发展过程中都是要把各种机型看样子，把这个技术路径都要走这么一遍，都要形成技术储备。当然说你说最后是不是把它转化成具体的机型，那还是要看需要，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在这方面要有足够的投入，这些钱不是打水漂，就形成了你的技术储备，形成了你的产业上的储备。只有了有这些技术储备和产业储备的基础之上，
你真需要的时候才能很快的就转化成具体的产品，转化成手中的那把利剑。